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蒂。今天分享的是一幅我上周去写生的作品。回到家里，我又画了一幅更细致的创作。和我一起享受绘画的过程，同时也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如何保持绘画动力吧。这幅画因为已经在写生的过程中确立好色彩和构图，我只是添加了更多的细节效果。线稿呢，还是尽量起得细致一些。绘画它不仅仅是颜料在画布上的交汇，更是艺术家内心深处的世界观和灵感的表达。在绘画的创作中，灵感和世界观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塑造着艺术家的风格、主题和表达方式。我觉得保持绘画动力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寻找灵感。灵感是绘画的原动力，有时灵感来自于自然界，如大自然的风景、季节的变迁、生物的多样性；有时它源自日常生活，比如一段对话、一本书、一次旅行，甚至是一个情感的波动。灵感也可能是来自其他艺术家的作品，是对前人创作的致敬和回应。绘画者常常需要保持敏锐的感知，时刻准备捕捉那一瞬间的启发，将其转化为艺术作品。我是一个热爱风景绘画的人，那么对于周围的风景，我就会保持持续的关注。无论在哪里，那个地方都有独一无二的记忆。你在上班或回家的路上，在家周边的小区的风景，和朋友闲逛的公园，或者去旅行的地方，这些都是寻找灵感的好机会。并不需要特别知名或者多么美丽的风景，我其实对于日常生活的小风景也特别喜欢绘画，所以我们要用眼睛去观察，用心去感应。保持绘画动力第二个重点就是拓展你的世界观，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内容。世界观是多面性的，艺术家的世界观是他们对于世界的观点、信仰、价值观和思考方式的折射。绘画是艺术家用来表达他们世界观的媒介。不同的艺术家可能有不同的世界观，这将直接影响他们作品的风格和主题的选择。例如，一位艺术家可能拥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世界观，将大自然描绘成神秘和宏伟的景象，而另外一位艺术家可能持有一种现实主义的世界观，更注重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真实性。那么怎样去拓展世界观呢？可以多去看一看艺术作品或者喜欢的作者。我时常去喜欢的艺术家那里寻找绘画灵感。艺术作品可以是多元化的，不一定去看和你风格非常统一的作品。保持一个开放的思维，接受各种风格类型，也是绘画者持续保持灵感很好的方式。艺术本身就没有界限和规则，我们的思维可能局限于自己的视野和阅历。当我们能从他人更广阔的世界观里寻找一些灵感，保持内心和头脑的开阔，接纳和包容本身就是持续保持绘画动力最好的方式。
保持绘画动力的第3个重点就是持续的学习，放松的去画。学习技法是为了更放松的去绘画。我现在非常享受自然而然的笔触流动，一幅画好像很自然的创作出来，头脑是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，而不是把某些技法表现得没有瑕疵。其实技术好的人有很多，每一个优秀的绘画者都有自己的一套技术体系。当技术越熟练，越要保持放松的心态，不要把自己带入到技术表现的思维当中，学会时常的归零。这个归零不是让你画得很差，而是保持放松的创作心态，不对技法执着，也不对画面的完美而追逐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态，我也一直在学习。只有接纳才能容纳，这样的进步才能更快速。在我看来，无论哪种形式，最美的表达就是用心、放松和真诚。所以在任何的阶段，你都有创作的潜能，多和自己的画作对比，放松的前进，也是持续保持绘画动力很好的方式。当然，除了这3点，还有很多其他方式，比如设立绘画小目标，像我之前就设立过一个晨间绘画30天，每天早上6点起来画30分钟，坚持下来可以获得很多的收获，也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心和成就感。达成目标以后，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奖励，比如买一些绘画工具。绘画是一种享受和表达自己的方式，最重要的是不要让绘画的动力丧失，而成为你的负担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，可以给我留言。我们下一次的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